90后、70后的妈妈，肚子里还有00后，这是最辛苦的80后，拖了一个行李箱。每次看到这个雕塑，我就会想到自己的过去。今天我想聊聊一个80后中国人的友情观，还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 Edward， 又到了用 Comprehensible Input 学习地道中文普通话的时间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前天和一个朋友吃饭聊天，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聊起了另外一个朋友。我们几个朋友以前都是老同事，我们都认识了10-20年了。我们之前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过嘛，同事过5-6年时间吧。当然现在都天各一方，我们现在都在不同的城市。在新冠疫情之后呢，我们平时都很少联系了。这次我朋友回上海来办事儿嘛，他感叹说，我们这几个老朋友就像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样，虽然平时不怎么联系，也很久没见面了，但是只要见面了，还是那么亲切。只要大家有困难，彼此都会伸出援手，互相帮忙。听完之后，我特别有感触，而且我也特别认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你们听说过君子之交淡如水吗？这句话是庄子说的。君子就是孔子口中的君子，有品格的人。君子之间的交往，君子之间的友谊，就像清水一样，非常的清淡，没有味道，但是呢，却很清澈，一点杂质都没有，所以也保存得很久。与君子相反的是小人嘛，小人之交甘如醴。小人之间的交往和友谊，像甜酒一样美味，一样浓烈，但是却充满了很多利益，保存不了很长时间。你们觉得君子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像清水一样平淡无味吗？或许有时候君子之间的交往也可以像美酒一样美味。你们是怎么看待这种很长远的却很亲切的友谊的呢？在评论区告诉我。然后我朋友又说到，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在杭州嘛，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城市。他现在的公司呢，同事之间的感情，同事之间的交往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因为他现在的同事都是很多的90后、00后，就是90后出生的人，或者00后出生的人。我们都是80后嘛，我们年龄相差不是很大，但我们都是80后的人。然后杭州的那位朋友就说，现在的90后、00后在公司里面都不喜欢交朋友了，因为他们有手机为伴，已经不需要同事作为朋友了。他说的这句话呢，又让我想起了我之前一家公司里面的一些同事。在那家创业公司里面呢，我是一个80后嘛，属于比较大的员工。另外呢，有几个90后
他们的性格完全和我们不一样。我们80后，我们从小接受的都是集体主义的教育，非常注重集体，大家都比较团结。我们经常唱一首歌嘛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铁，团结就是钢。只要你团结了，就会像钢铁一样的强大。但是呢，我们却没有90后那么有自信。我们都是从农村或者小城市里面走出来的，来到上海这样的大都市，从小都是过很苦的日子。但现在90后他们呢，他们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进入了 PC 时代，进入了互联网时代，也进入了手机时代。所以他们现在也非常的自信，非常的有主见。他们已经很少有那种集体主义，更多的是那种个人英雄主义。你们是喜欢我们80后这种集体主义更团结呢，还是更羡慕他们那种个人英雄主义？各有利弊吧，对不对？我其实还是蛮羡慕他们那种很自信的感觉的。而且90后、00后他们这一代英语普遍比我们80后要好，因为在他们经历的手机互联网时代，他们学习英语的资源环境已经比我们好多了。我们80后学英语、学外语都很苦的，我们都是死记硬背。比如我，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在 YouTube 上看视频，用 Comprehensive Input 的办法来练习我的听力。正好今天上午呢，我还去了一下市区 Downtown， 去到了市区一个静安寺商圈。这个商圈呢，有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一组雕塑。这组雕塑就描写了不同时代的一群人在等候公交车，里面有像我一样的80后。我每次看到那个80后拖着行李箱，特别的辛苦，特别的累，我就特别能想到我自己，联想到我自己刚来上海的时候的模样，一模一样。我当时从大学里面拖着自己的行李箱，一个人来到上海，来找同学，来找亲戚。雕塑里面还是学生模样的90后，他们开心的玩耍。90后，当然还有妈妈肚子里面的00后。00后，这个雕塑我在将近20年前就见过它，应该已经有20-30年的历史了。每次看到它，我都有很多的感触，能让我回想到以前那个成长奋斗的年代。你们有那种雕塑或者建筑能让你回想过去吗？能让你回忆到以前小时候的模样吗？在你们那边有像我们这样按年代来区分人群的吗？你们是80后、90后还是00后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一起交流。其实我自己算是一个蛮宅的一个人，就是平时喜欢待在家里面，不喜欢出去玩，不喜欢到处交朋友。
但是我始终相信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只要我们曾经是朋友，不管分开多久，只要一见面，还会像刚开始认识那样亲切。可能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吧，但我个人感觉跟时代也有蛮大的关系的。80后或许更有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。如果大家想和我一起探讨君子之交该不该淡如水，欢迎大家留言，让我们一起开心快乐地学习中文普通话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